開心沒多久，疫情就來了，对，倉庫裡面塞滿了貨啊，然後全是箱子。對，創業的這幾年讓我學會了去享受孤獨，很辛苦。对，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是那個聲音總是告訴我說沒有，你可以再試試。客人在找 functionality，客人在找 grounded lifestyle，decluttering。覺得我們可以以家具作為一個切入點去探索生活能給予的這些美好的東西。我們的空間是免費開放給商家的。我希望 Westhill 是一個場域，讓大家進來之後感受到說，原來慢下來是 OK 的。我們不需要總是在奔跑。好的品牌不應該只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生活的入口。我是 Kelly， 我在溫哥華通過深度訪談和洞察，去挖掘創業者那些真實且不可替代的品牌底色和內核。今天我來到 Westhill Interiors， 和創辦人小米聊聊他為什麼不局限於賣家具，而是想打造一個慢下來的生活空間。是怎麼樣開始有這個理念呢？想要創造一個讓大家慢下來的一個空間。我覺得慢下來這個事情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我們的生活節奏太快了。你回想我們小的時候，或者是我們父母他們那個年代，真的就一生很長，只夠愛一個人這麼說。但是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信息時代太快了發展的，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不是說嘛，就是一切发展的很快，但是我觉得始終有一些東西它是永恆不變的。對，我覺得越是在變化多的時候，越是重要去尋找那些不變的東西。對，因為那很容易被人家遺忘，但那些東西你得慢下來，你才能找得到。對，对。你店在一個很中心的地區嘛，然後開家具店肯定有很多的這些創業的一些成本啊。當時你是怎麼樣開始想要做一家家具店的呢？其實這個呢也是就到了一個人生的階段吧。那個時候我生了我第二個兒子。對，然後就是我的人生目標，其實我很小我就給自己的人生目標就是我要生2個孩子。你已經完成目標了。我已經完成目標了。对，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最大的事情。那我就記得當時的小兒子差不多1歲多了，然後也不用時時刻刻守着他了。我就拍拍手想說現在該是做點我自己的事情了。对，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也是去做了很多的探索。那個時候當然一股勁兒想着要做點什麼。對，但是其實要做什麼自己還不知道。對，那我也去訪問了一些我的朋友，一些包括我在做生意的朋友然後就是其中有一個我的好朋友他也是在這邊做家具行業，當時都已經做了很多年了。然後他就 inspire 我吧，他就說他說其實你可以做看就是家具相關的行業。因為我女孩子嘛都喜歡，以前就喜歡弄點顏色就是打裝飾，對，裝飾類的。对，他說你的個性應該挺適合，所以我就去他的店裡打工。他就是很慷慨的邀請我就說那你來我店裡學習一下，那看看你喜不喜歡。那我就去他店裡工作大概工作了有接近2年的時間。对，也在那邊就是學習到很多。对，那也是保持着一個就是自己將來會開店的這樣的一個心態，就是在不斷的學習。那然後之後覺得也開始慢慢的在找地方然後就找到了現在的這個位置，然後就這樣就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當時開業的時候有什麼讓你覺得特別困難的事情嗎？剛開始的時候最困難的一段時間。如果要說的話，可能就是當初 set up 這個展廳吧。當初這個展廳我們裝修好了之後，倉庫裡面塞滿了貨然後全是箱子。對，
那我們要把箱子全部拉到這裡來，然後拆箱，把東西一個一個放出來。大概從早上8點多就醒來，就往店裡跑，然後就開始做這些事情，然後大概每天都是晚上11、12點回家都1、2點，然後第二天睡醒了又繼續，大概這樣維持了1個月吧。把所有的展廳的這些家具全都 set up。对，然後大概是這樣子，然後還裝了燈地毯這些，把它所有的都布置好，大概是花了1個月的時間，就是它算是困難嘛，就可能是一個體力上的困難，但是心理來講不覺得困難，就是想着很有希望嘛，對，把它做好，然後那是幾年？就是開業的時候，19年，对，19年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就是我們剛剛要進入 COVID 的期間，沒錯。那在就是疫情期間的話，你会覺得客戶有什麼不一樣的轉變嗎？他們的buy in的一些，這個很有意思，因為我們是19年9月30日。開業的那個時候還沒有疫情，對，還沒開始，對，疫情還不存在。那我們開業了的，我們當時開業是一個新店嘛，那大家就是附近來的客人都是就是好奇這裡開了一間新店，然後過來看看怎麼樣。然後說實話，你一間新店，你不太會感受到就是市場的反應，市場還在測試你，對你感受不到。那我們大概是在19年的年底12月的時候，对，慢慢的發現說市場開始接受我們了，對，然後也很開心，然後開心沒多久，疫情就來了，對，那疫情來了呢？當時是很緊張的，因為 shut down 了，我們 shut down 3個月嘛，對，想說怎麼辦？就是才剛開業就要 shut down， 然後那個時候政府是沒有說要 shut down 多久的。我沒想到疫情期間，客人其實還源源不斷的就是來找到我們對，因為我們雖然是關門了，但是疫情我還是堅持在這裡。對，就在店裡。那因為畢竟還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你要處理，那我就還在這裡。那有客人看到我們，裡面有人就來敲門，對，然後我們也是可以 by appointment，对，所以其實 surprisingly 疫情的時候生意很好，後來開放了之後生意就更好了嘛，就客人進來了，然後我們对，就是我們也沒有想到說surprisingly， 對，也沒有預期到。你覺得支撐你從19年走到現在，你是不是也有要轉型做一些不一樣的家具嗎？你覺得一路支撐你走下來的是什麼？我覺得是一個信念吧。這很重要，因為創業很辛苦。對，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遇到起起伏伏，會有無數個點會讓你崩潰，會有無數個點讓你覺得放棄算了。對，是什麼支持我？就是我覺得我很常創業的這幾年讓我學會了去享受孤獨。真的很棒，因為創業你沒有辦法去跟別人訴說這些東西。你說出去別人也不懂，或者是他們體會不到，所以就是我就選擇說好，我就自己跟自己消化。我常常去散步，很慶幸我們在 Kitsilano， 我常常去 False Creek 那邊就是自己一個人走一走，散步 Seawall 上面，對，走一圈下來就會覺得放鬆了很多。然後在那條路上，我都自己跟自己对話。哇，真的是跟自己說話，真的就是我現在理解到了那個正常人跟神經病的區別，就是神經病有說出來，我們沒有而已。但是我覺得自己跟自己對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我們每個人必須要做的事情。對。你是一個激勵型的對話，就是你很棒，你要堅持下去那種，還是說你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跟自己對話？跟我對話的是一個就是更高層次的，因為像我的一個好朋友，像我的一個大姐姐這樣子，那我就
對話的方式，我就會跟他說，我是不是要放棄？就是我是不是做得很差？我是不是失敗了？但是那個聲音總是告訴我說沒有，你可以再試試。他總是這樣告訴我。我起雞皮疙瘩了耶！我覺得那可能是就是有些人說的 inner self，或者是 higher self， 我是相信這個東西的。对对對，或者就是 supporting guardian 他們在幫助你。对，就是很多時候我有的時候會回去跟他講說，就是因為你叫我不放棄，然後我現在那麼辛苦，然後他還是會告訴我說，你別放棄，這是你該走的路。就是遇到困難很正常。對，你不經歷這些困難，你怎麼成功？只是這些不是阻止你的東西，這只是讓你通向成功的一條就是必經之路。对，你不走過，你成功不了。所以对。那你也我们要讲到你早上的时候就很希望有自己一个很安静很静的空间，那你在家里面自己挑選家具的時候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細節你會去關注嗎？是材質啊，還是顏色，還是什麼樣的？首先如果是挑選家具，我一定要挑選觸感好。對，然後要我看着是 visually 是舒服的。對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話呢，我比較喜歡有 curve 形狀的東西。對，因為我們家也有小朋友嘛，所以在挑選的時候我是特別是比較的去避免有尖角。對，那然後還有就是我家裡剛好有一扇窗戶，它是遠遠的能看到水的。對，所以我是一個很喜歡水的人，這也是為什麼我常去西沃那邊走。然後我會就是我經常就是做我的咖啡的一個那個地方，它就是在一個窗戶的前面。然後一張圓桌，然後就是上面有一個吊燈然後就是讓我覺得很安靜的，就是可以讓我靜下來。對，可以絕對安靜的一個空間吧。現在有自己最喜歡的一件家具嗎？在你們的展廳裡面，或者有一個品牌你特別喜歡？有，像我最喜歡的品牌是 Kalimoku Case。對，天我在跟我的同事，我在給他進行 training，對，我在給他介紹這個品牌，我就發現說，我們就坐在那個沙發上面，然後我就在跟他解釋，我說你看啊，這個沙發是名設計師設計的然後他的設計的理念呢，就是讓你慢下來，你看它的 curve 怎麼，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自己就發現我的語速都慢了，對，不知不覺的我的語速就慢下來，然後我就慢慢的跟他說，然後在那個場域裡面，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在沉浸式的去體會這些東西，所以讓我體會到好的 design 是非常的 powerful。對，它可以讓你一瞬間就抓住你，當你看到它的時候，它就抓住了你的注意力，然後就開始給你釋放它的能量。真的在那個場域裡面，你就真的覺得說，好像慢下來也很 OK 啊，就是好，既然我在這裡了，讓我好好體會一下，布料是怎麼樣的，它的這個，我做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的，我的背是怎麼感覺的，我的眼睛看到了什麼，就把你抓回到那個 moment，我就讓我真切的感覺到 powerful 的 design，對。那你有覺得你從19年開店到現在，消費者有什麼不一樣的這種消費的趨勢嗎？就他們，比如說你現在更多的是 carry 日系的產品，對，你會有觸覺到這種敏銳的這個感受，說可能消費者的這個消費趨勢變化了嗎？這段時間，我們感受的很多因為我們常常我們每天 on a daily basis， 我們都跟客人有很多的交流我們的客人也很喜歡跟我們交流，就是他們的想法，他們的觀點。對，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發現說，其實客人在尋找一些跟就是現有市場不太一樣的東西。對，
可能是有一點審美疲勞，因為我們就是加拿大整個北美的這個市場，就是過去的一直以來吧，都是受到歐式風格意大利式的，或者是北歐式的，或者就是意大利意式居多的這樣的一個風格，就是他們還是至少現在都還是主流。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尋找不一樣的東西，對，那我們就發現了這樣的一個契機，就從這個切入點，那麼我們去挖掘客人在找什麼，對，那我們就通過跟他們的聊天，發現說，客人在找 functionality，客人在找一個就是 grounded lifestyle，對，decluttering， 這些都是他們在找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們也有機會接觸到了 Nagano Interior 這個日本的品牌，那他們是主要是以這個實木的家具為主，讓我就發現說，就是其實我們住在西海岸的人，我們跟大自然接觸很多，我们住在海邊，我們也圍繞着被森林圍繞，對，所以其實我們對木質結構的東西，我們是很親近的，對，日式家具，日式的這個整個的文化還有他們的這個手工藝的這個精湛程度，其實是在西方文化裡面也是被廣泛接受的，對，那所以我們就團隊就商量說，既然這個理念是契合的，這也是為小空間，也是為節省空間，這麼來做切入點，那我們試試看，帶過來試試看。那也是剛好日本的廠商，他們也是很希望說進入北美的這個市場，對，那我們就一拍即合，然後互相的支持，然後到現在。帶過來了之後，得到了市場很好的反應。對，我們是去年的9月份上架的第一個日本品牌，第一個日本品牌上架。那到了第2年的2月，我們9月不是11月到年底的時候，年底的時候我們已經集了一個貨櫃了。對，然後到第2年的3月4月之間，我們又集了一個貨櫃。所以我們覺得在市場經濟這麼低迷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得到這麼多的客戶訂單。對，然後我們覺得這可能真正是市場需要的。我們當時第一批進來的時候是3個 set，3個 set 就是一個 dining set。2個 living room 的 set，然後就接到了這麼多的訂單。那後續我們就是又多加了產品，然後在今年我們又跟Karimoku 談定了就是合作。Karimoku 是日本一個很知名的家具生產品牌。OK， 對，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但是做過木工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木工活是很費時間的。對，磨這個角可能要磨很久。對，沒錯。因為今年我們裝修嘛，裝修的時候我們是關門了6個禮拜做裝修，所以這6個禮拜我比較閒，那我剛好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所以我這6個禮拜呢，我就在家裡做木工。哦，是嗎？對，這麼酷。對，我就沒事就想了一個就是自己做一個小小的 craft，對，我就去 Rona 買那個一些簡單的木塊，對，自己打磨因為那時候我父親也在這邊，就是帶我們來這邊過夏天。那我父親以前是做過木工的。這樣。對，所以呢，他就教我才知道說，哇哦，就是這個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也讓我體會到做就是工匠精神，你要把一個東西做到極致的好，對，那個是後面的 value 是傾注了心血的，就是說它的本來的成本也很高，然後倉儲和運輸也很高，对，倉儲和運輸，所以它的毛利是很低，可能就是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高，對。
就我們現在電商啊，大家在網上買 IKEA、Structube 都大家很多在網上買東西，你為什麼還想做 Westhill 這樣的精品家具店？你覺得最大的挑戰相比那些電商網絡或者比較便宜的東西，那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最大的挑戰肯定是價格嘛，对，但是我在这個上面，我覺得還是挺有信心的，因為我覺得我們，可能針對的是客戶的不同的需求，我認為家具這個東西，它應該是一個就是長期主義的東西，對，對，所以就是一件家具你把它搬到家裡面，它融入你的生活，我們是希望請你不要輕易的拋棄它，它應該是要給你的生活帶來價值，帶來滋養你的。對，那首先我們希望說客人在挑選的時候，就是請你們慎重，就是真正選擇你想要的、你喜歡的，因為一旦你不喜歡它了，你要處理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對，你要扣那個，沒錯，還要賣。對，不管是 financially 還是 physically， 你都是一個負擔，對，所以我們是希望客人從一開始就是選擇他們真正喜歡的東西，這也是我們在銷售的過程當中，believe or not，我們會跟客人說，你確定這是你要的嗎？就是我們是希望我們給你的東西是你真正會喜歡，然後在接下來用的這10年、20年，你是每一天接觸到它，你是開心的，而不是它可能過沒多久它就有瑕疵了，或者你 realize 到它不適合你，但是你又困於說不想，就是鑑於麻煩，不想要馬上送走它，那每天你跟它接觸的時候，你們是抵觸的，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 moment， 就是你家裡有一個東西，它可能有一點點問題了，但是你選擇，你每次瞄到它，你選擇不去管，然後你就 focus 在別的東西上面，但是你不知道每一次的那個接觸，它會給你一點點負面的能量，然後那個負面能量它是會疊加的，疊加多了，其實它就是一種焦慮。這樣子，是的，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考慮過這個問題，真的是的，因為你每一次你看到它的時候，其實你後面有一個聲音告訴你說，你要處理它，对，但沒有處理，你沒有處理它，然後另外的一個你就在說我先不要管它我去喝杯咖啡吧，我去做點什麼事情，然後可能再過幾分鐘，你又經過那個地方，你又看到它了，那個聲音又在告訴你說你要處理然後慢慢的你會跟那個聲音，你們兩個會吵架。對，你會跟他，你會覺得說你很煩，你不要再煩我，我現在就是不要處理。然後那個聲音就說拜託你處理一下，我真的很難受。那你在生活中你怎麼樣去創造這個慢下來，或者你說的 stillness 的這種空間呢？你通過你的就是家裡面的陳設啊，還是說你自己的一些冥想的一些 practice？我會做一些冥想，然後但是更多的時候，我會可能早上的時候，我會給自己留一個空間，就是小孩子去念書了，小孩子去學校了，然後我自己在家，那我就會家裡是沒有聲音的，我不會開音樂，對，然後盡量的沒有雜音，然後我會給自己沖泡一杯咖啡，一個 ritual 早上的一個儀式，對，那在那個裡面我去聽每一個聲音，包括我打開罐子的聲音，我用勺子去攪動那個咖啡豆，然後那個咖啡豆一顆一顆掉進那個打磨機，那些聲音，然後你倒咖啡倒水的那些聲音，包括那些水觸碰到你的杯子的聲音，就是那個 moment，是我最享受的 moment。對，我就是希望說能無限的把它延續下去，但是這不可能，所以就是盡可能的吧，有時間条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就會給自己來這麼一個儀式，然後我就會覺得就是很被滋養到。有點讓我想到有些 YouTube 他們會有一個只是早上所有的切菜啊、開罐子的聲音，对，磨咖啡的聲音就很
很 healing。对对对对，就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音樂，也没有任何的说話，就是那些物件触碰之間的声音，就是生活。其實那些聲音都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只是我們平常選擇不去聽到它們。對。然後我覺得去回歸到那個 moment， 很治癒，很療癒。你們主要是還是現在做線下的這種客戶進來，然後看家具要買家具，其實線上做的還是比較少的。对对对对，線上因為家具這個東西，一定是要做線下的。對，特別是像我們做定制家具比較多嘛。這個定制家具。對，我們做定制家具比較多，然後我們是希望客人，我們在網站上面我們放的 information 相對沒有那麼多，因為我們是希望客人來店裡。對對，我們不希望客人只是在網絡上看看圖片，除非他買過。除非他知道他買的是什麼，但沒有來接觸過，你沒有摸過，對，你沒有，因為顏色也會不一樣的。你從屏幕上看跟 actual 看 sample 的顏色，甚至同一塊布料放在我們展廳跟放在自己家裡的顏色都會有不太一樣的。對，所以這些細節我們都要幫客戶把關。我們不希望你訂的東西，然後通常要等幾個月嘛，你到了之後發現這不是你要的，對，那我們是最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我們比較 encourage 客人來線下來我們店裡可以線上直接就是在網上買的嗎？還是沒有？可以，我們有 e-commerce， 对，我們有一些小的 accessory。客人在網上对，可以在上面買，对。但定制的東西的話，我們是希望客人到店裡面來。因為定制的話，比如它是日系的家具，它定制你要跟日本那邊的工匠去溝通，然後他們再做，然後再寄過來，是這個流程嗎？是，對對。那可能要幾個月的時間吧？對啊，我們日本定制的話都是4到5個月。對，他們的系統還是很效率很高的。對，幾乎就是我們這邊發過去說我們要什麼樣的型號，哪一種木頭，哪一種布料，他們那邊就很快能確認，但只是因為他們的訂單我們要排隊的嘛。對，他們不是只是你們一個人。對，他們供貨到很多國家，所以通常有一個排隊的期間。对，大概总共，然後再加上海運，總共的時間大概抓4到5個月。那就你買一件家具，你可能要提前半年要去看，是那個意思嗎？對。那確實，價格上來說，如果我為了一件東西等了半年，我覺得我願意，而且我把他請回家，我要跟他相處很長的時間，我可能願意花這個 financial 的一個 investment to buy this item。對，像就是像我們的這個價位的話呢，我會覺得客人是願意的。對，這個是值得的。對，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用10年20年都是一樣的，它不會變。對，所以我們是希望客人一開始就好好的選擇，因為我爸爸他特別喜歡原木的東西所以當時我們家做裝修，他就全都是做的木頭的，就那個時候還是大家都是大理石，全都是那種石頭，就是你知道 modern 的那種 style，但我爸家全都是原木，他就找專門的木匠幫他打的，全都是原木的東西。哇，OK， 對。因為人跟木頭的這個親近度是天然在我們基因裡的，因為我們都是從地球上面都是大地媽媽生出來的。對，確實。然後我們前面也聊到說，你希望 YSL 不只是一個家具店，更是一個線下交流然後靈感生活方式的空間。是什麼讓你有這樣的一個願景呢？生活它是多維度的。就一件家具或者是一整套家具，它完全不足以去詮釋生活的飽滿度。對，所以我覺得就是為什麼做家具呢？我覺得它可能是除了食物之外，離生活最近的東西了。对，你每天都會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面，你都會在餐桌前吃飯，你每天都會接觸他們，你每天會吃飯，接下來你可能每天穿衣，然後就會接觸到你的家具。那我覺得我們可以以家具作為一個切入點去探索
生活能給予的這些美好的東西。對，所以我就是不希望說，大家只是把我們当成一個賣家具的地方，一個賣場。它其實我們是可以一起來探索生活。而且你也 host 了很多的這個活動，能跟我們講講你們之前從新裝修以後有組織什麼樣類型的活動嗎？我們自己就做了好幾場，就是關於 design 方面的。對，我們也是邀請我們溫哥華當地的著名的室內設計師、建築師然後大家一起進行交流。然後我們還做過一場跟 local business owner 的一個交流活動，就是那一場是我們希望說用藝術來賦予商業，希望做一個互惠互利的一個平台。我們這個空間也開放給就是溫哥華當地一些創業者吧。就是他們可能剛剛創業，沒有一個空間可以去做一些 workshop 可以去跟他們的就是客戶去做一個對接。那我們這邊是開放給他們做一個 workshop， 做過花藝的心靈療癒的。对那也很有意思，主題比較貼近的這些。对，我們覺得只要是與生活相關，因為生活這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話題。對，各個層面的，我覺得都是跟生活相關的。對，我們11月的時候，我們跟 Too Good Coffee 我們一起合作的一個 pop up，非常的成功。对，然後很多人很喜歡。对，然後咖啡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你早上就要喝咖啡了，是吧？我喝不到好喝的咖啡，我一天會不開心。对，我也體驗過，就早上喝了一杯不好喝的一家連鎖店的咖啡，我今天一天心情都不是很好。對，我一定要馬上喝到一杯我認可的，然後我就 OK， 我就變成我就變回我了，不然我不是我自己。那如果商家想和你合作的話，他們是怎麼一個流程？就聯繫你，然後我們是有一個合作的這個 commitment， 要有一個費用，還是說他們只是借用這個空間？然後如果要合作的話，可以通過我們的 info 聯繫我們。我們的空間是免費開放給商家的。對，不需要收費。因為作為一個創業者，我知道創業的辛苦。對，非常棒啊！就大家很需要一個空間，一個好看的空間。对，那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把這個空間打造的這麼美，所以我覺得分享給更多的人吧，也是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希望更多的人來體會到，在一個美好的場域裡面，其實可以給你帶來很多不同的 inspiration。可以讓你換一個角度看一些事情，我覺得可以幫助到很多人。這個願景很棒。對，然後如果說你能用一句話來告訴大家，就是就是 West Hill 的一個精髓，一個 essence， 你希望它是什麼？我希望 West Hill 是一個就是能夠讓一個人重新回歸到內心，然後去感受生活細節的地方。我希望 West Hill 是一個場域，讓大家進來之後感受到說，原來慢下來是 OK 的。我們不需要總是在奔跑，我們慢下來，可能也許會找到很多生活的答案。你會知道說，你會把你的注意力、專注力放在你自己身上。此刻你開心嗎？此刻你感到放鬆嗎？還是此刻你覺得很焦慮？其實一旦你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其實生活很多的問題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好的，非常感謝小米的分享。謝謝。謝謝 Kelly。在這個一切都講究效率的時代，小米選擇在 West Hill Interior 創造一個讓大家能夠停下來交流的空間，也是在鼓勵我們，你可以慢一點，不必要時時都在趕着往前走。我是 Kelly， 記錄那些正走在創業路上的人。我們下期再見。